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又落榜了，难道我真的不适合读书吗？看着眼前的榜文，张玉眼神黯淡，喃喃自语道，这是他第3次参加会试了，次次都是名落孙山，连他自己心中也有些动摇。张玉的家境并不算好，甚至可以说是很差。自从父亲死后，母亲刘氏一人将他拉扯大，靠着给人浆洗衣服，勉强维持生活。这一次落榜之后，刘氏也忍不住说道，儿啊，娘知道你一心向学，想要博取功名，改命换运，可你不能不考虑我们的生活。你如果还是闷头读书，恐怕咱们娘俩就要饿死街头了。张玉明白家里的困境，认真思考了一会儿，说道，孩儿不孝，自幼修习儒业，至今也没混出一点名堂，还连累您跟着我受苦。古人云，若要身带10万头，除非骑鹤下扬州。我想弃儒从商，前往扬州经营，一旦能够有所成就，也算是成全了毕生的志向。刘氏点了点头，说道，你既然有这样的志向，我自然要支持你，只是此去山高路远，我儿一定要保重身体，一旦获取了威力，就速速回家，不要让老娘在家里挂心。张玉喜不自胜，但是做生意需要本钱，眼下一穷二白的，别说做生意了，出门都费劲。琢磨了一下，出门找到了自己的好兄弟高乐。高乐长得5大3粗，为人仗义。张玉因为读书的缘故，营养又跟不上，显得略微瘦弱一些。从小没少受欺负，每次都是高乐替他出头，而且张家每次没米下锅的时候，都是高乐送来粮食，帮他们渡过难关。张玉心底对高乐既感激又敬重。这次出门遇到了难处，张玉第一个就想到了他，说明来意之后，高乐二话不说，拿出了20两银子给他做盘缠。张玉想说几句感激的话，可到了嘴边，又觉得不好意思出口。高乐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说道，你这次出门就是一个人了，可没人再罩着你了，自己小心一点。张玉用力点了点头。第2天，简单收拾了一下东西，径直前往扬州去了。不过这做生意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张玉读了多年的书，对于经营一类的事情一窍不通。当时正好有一个商队要乘船去往扬州，张玉跑过去跟领头的商议，想要跟着一起去领略一下外地的风光。众人因为他读过几年书，难免有用得着他的时候，也不要他的盘缠。张玉高兴极了，跟着一起坐上了船。众人的银子全都采办了货物，林林总总地摆满了船舱，只有张玉两眼一抹黑，也不知道买些什么东西。正在跟人请教的时候，忽然听到船工大喊，前面有几艘小船围了过来，恐怕来者不善。众人闻言心中一惊，齐齐跑到甲板上去看，却见有3条小船飞速驶来，截住货船的去路。不一会儿就跳出来10余个大汉，个个面目狰狞，身材魁梧，用黑布蒙着面，手中持着巨斧利刃，厉声喝道，要想活命，快把银子拿出来。领头的一看势头不对，带着众人一起跪下，讨饶道，各位大王，我们的银子全都买了货物了，身上的银两不多，请大王全部拿走，饶过我们的性命。强盗中走出一个头目，看了看四周的东西，说道，我只要货物，不伤人命，剩下的银子赏给你们做盘缠，把货物全都给我搬上来。众强盗纷纷跳入船舱，将一众货物搬了个清尽，然后把呼呼啦离开了，留下众人面面相觑，嚎啕痛哭。只有张玉一人没什么损失。有人埋怨道，千不该万不该，带了一个倒霉鬼，连累大家一起晦气。张玉臊得面目通红，
将20两银子取出来，平均分给大家作为盘费，这才帮助大家勉勉强强返回了家。领头的感念张玉的仗义，将他扯到一旁，说道：亏得你仗义疏财，才保住了我们的性命。我在汉口有一个主顾，托我找个管理账目的先生，你读过书，人品也信得过，要是肯去，我为你手书一封，一定会有所收获。张玉正为生计发愁，闻言大喜过望，急忙答应了下来。到了汉口以后，凭着书信来到了王员外家中。王家是当地的大富之家，张玉到了以后，就专门管理财务收支。张玉面容清秀，举止合乎礼仪，谈吐儒雅得体，人又勤快肯干，王员外对他很是满意。2年后就把他提拔成了自家布庄的掌柜。张玉随后也把母亲接了过来享福。王员外还有一个私心，他虽然家大业大，但膝下只有一个女儿玉莲，刚过了17岁，姿容清丽，落落大方，按说也该说个婆家了。可王员外不肯让女儿外嫁，只想找个老实的汉子做赘婿，也好继承自己的家业。张玉就很符合王员外的心意，又考察了张玉1年，终于向刘氏提起了这桩亲事。刘氏一开始还以为是王员外在跟自己开玩笑，连连摆手说道：王老爷说笑了，您能赏我们母子一口饭吃，已经是天大的恩惠了。穷人家的小子怎么敢觊觎贵人家的小姐？王员外再三保证自己说的是真的，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第一个儿子能够姓王，让王家的宗嗣不至于断绝。刘氏这才放下心来，答应了这门亲事。2家的老人都已经决定了，张玉和玉莲自然没有辩驳的理由，更何况2人郎才女貌，早就互相有了一些好感，这桩婚事就顺理成章地成了。按照当时的习俗，成亲之后，张玉要带着妻子回乡祭祖，王员外自然也是鼎力支持，为他们准备了丰厚的银两作为盘缠。返乡之后，张玉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兴土木，将自家的老宅翻新了一遍，里外里盖了10余间大瓦房，一跃而成为了村里有头有脸的人物。当年曾经欺负过他的人，如今见了他都远远躲着走。祭祖结束之后，刘氏表示想在家里继续住上一段时间，张玉于是也就计划着在家乡再开一门生意，这里毕竟是自己根，以后年老了或许还要回来。等到一切事情都忙完了，张玉提着酒菜来到了高乐家中。对于这个发小，张玉心里一直都很感激，只是从自己回来以后，高乐似乎有意在避着自己，今天得了空，才特意来拜访。多年不见，原本亲密的情谊也显得有些疏远，2人的角色和身份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看着这个原本还需要自己庇护的少年，一跃成为了自己高攀不起的存在。高乐眼神复杂，嘴唇嗫嚅了半天，最终一句话也没说出来。张玉率先打破了尴尬：高兄，当初如果不是你慷慨解囊，我也不会有今天。我这次回来，也想在这里挣下一份基业，你如果愿意的话，咱们兄弟就一起干。高乐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你有今天全凭你的造化，我可帮不上什么帮，跟你一起做生意我不会，要是有用得着我的地方，我就跟着你干。原来前几年高乐的父母相继去世，粮食的收成又不好，生活每况愈下。为了生计，高乐身上背负了不少的债务，可自尊心不允许他向张玉开口。张玉早就打听出了这些事，没有主动戳破，而是选择了用这种方式帮助他。2人喝了一整夜，因为时间和地位所产生的隔阂也悄然消磨了不少。几天后，张玉在乡里开了一家绸缎铺，聘请了高乐作为店铺的掌柜，并且把自己多年来积累的经验毫无保留地教授给了他。有了张玉的帮助，高乐进步很快，店铺没过多久就开始实现了盈利。此后，
张玉又拉着高乐合伙，出钱帮他单独开了一家店铺。高乐的生活很快就有了好转，不过比起张玉来，还是逊色良多。几个月后，两人的生意已经步入了正轨。张玉放心地带着刘氏和妻子回到了汉口，只是每隔1-2个月回来对一次账，进一批货。又过了几个月，玉莲生下了一个儿子，取名为王进。在妻子怀孕的这段时间，张玉几乎没有回去过。等孩子一半完满月酒，就迫不及待地带着一批上好的丝绸回去了。玉莲很不想丈夫离开，劝道：“咱们的生活已经很富足了，绸缎铺有高乐大哥打点，你何必要这么辛苦地跑来跑去呢？”张玉说道：“如果坐吃山空，即便是金山银山，也总有消磨殆尽的一天。那边的生意刚刚有起色，必须要多加关注。你在家里好好照顾孩子，我最多1-2个月就回来。”不料张玉这一走，竟然是音讯全无。玉莲苦苦等待了3个月，也不见丈夫有回来的踪迹。焦急的玉莲于是提笔给高乐写了一封信，询问丈夫的近况。半个月后，高乐回信说张玉2个月前就已经回去了，并安慰玉莲不要过分担心，自己将会沿着张玉走过的水路找寻过来，一有消息就马上通知他。得知儿子失踪，刘氏哭肿了眼睛，玉莲也是如坐针毡，几次3番要出去找张玉，都被父亲拦住了。同时王员外也派出了数十个家丁外出打探张玉的踪迹。1个月后，高乐身披麻衣，头戴丧布，捧着一个木盒来到了王员外家里，一进门就开始大哭。刘氏和玉莲见状，顿时明白了什么，一下子就昏死了过去。据高乐解释，张玉离开以后遇到了一伙水盗，不但将他船上的财物劫掠一空，连他的性命也坏了。张玉的尸体漂浮在水面上，被过往的渔夫打捞上来，报官之后，官府也没法辨认尸体，就将其放置在了义庄。高乐一路打听，最终在义庄发现了张玉的尸体，只是尸体被水浸泡得发胀，而且又过了几个月，早就没法辨认出原本的面貌了，只能靠随身携带的荷包跟玉佩辨认出身份。由于尸体腐坏得太严重，高乐只能将其火化，带着古氏回来报丧。玉莲醒来之后，看出荷包是自己亲手绣的，玉佩也是丈夫的贴身之物，悲痛欲绝，好几次昏死过去。王员外用王进还小来，需要照顾来规劝他，这才打消了玉莲的死志。高乐帮着他们料理了张玉的后事。张玉去世以后，家中留下孤儿寡母的，根本没法撑起家业，而且王员外年事已高，管理起来也是力不从心。高乐于是就留了下来，担当起了一家之主的重任，生意上的事情全权交给了高乐打理。高乐也不负众望，将一切都料理得井井有条。张玉死后，产业非但没有衰败，还有上涨的趋势。高乐对王员外一家也很好，有事没事就给王员外送来一些珍奇古玩，给刘氏买来一些补品，给王进买一些小玩具，为玉莲置办漂亮的衣服。正是因为有了他，一家人才逐渐从失去至亲的阴霾中走出来，生活渐渐多了一些色彩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，大家对高乐都非常依赖，家里的大事小情也全都要征询一下高乐的意见，连玉莲对他也有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。高乐与王员外走得又近，王员外看女儿青春年少，不能为张玉守一辈子寡，于是就提议让高乐入赘到王家，娶了玉莲。玉莲一开始还有些担心对不起张玉，直到刘氏也跟着一起劝，才松了口。成亲当天，高乐将亲朋好友叫到一起，说道：“我娶了玉莲以后，王家的财产我半点不要，只是代为打理。以后进儿成年了，我自会将家业交给他。如果我再有了儿子，也绝不会分润进儿的家业。”高乐的这番誓言，
让满堂的亲朋都拍手称好。玉莲心里也感动得一塌糊涂。到了晚上，将宾客送走，高乐醉醺醺地进了洞房，揭开玉莲的红盖头，心里默念一切都是值得的。玉莲娇羞不已。正当两人准备同房的时候，刘氏却突然冲了进来，指着高乐痛骂：高乐，枉我儿子对你这么好，你真是禽兽不如。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把玉莲都吓傻了，还以为是婆婆后悔让自己出嫁了。正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，一众仆人已经冲了进来，二话不说就把高乐绑了起来。高乐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熟悉的声音响起，玉莲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来人，却不正是张玉吗？高乐也吓傻了，惊恐地说道：不可能，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我亲手杀了你，你不可能活过来。随着这句话落地，四周顿时安静了下来。张玉也不再废话，直接将他扭送到了官府。在县衙之上，高乐瘫软在地，招认了自己的全部罪行。原来从张玉回来之后，高乐心里就一直有些不舒服，他难以接受张玉变成了自己需要仰望的存在。而当他见到了玉莲之后，这种不舒服就异化成熊熊的妒火。自己从小到大都比张玉强，凭什么他一下子变得这么有钱，还娶到了这么漂亮的娇妻？想要取代张玉的念头一经萌生，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起来。直到张玉再次回来，高乐才终于想到了计策，假装要跟他一起去汉口。在半路的时候，趁着张玉睡着，高乐悄悄取来了一根绳子，猛地套在张玉脖子上。张玉瞬间惊醒，挣扎着质问高乐为什么要这么做。高乐阴森地说道：要怪就怪你不该比我强，你要是一辈子落魄，咱们还可以做一辈子的好兄弟，现在只能等下辈子了。绳子瞬间收紧，可高乐毕竟也是第一次杀人，心中难免紧张害怕。绳子一不小心打上了死结，收紧到一定的程度就卡死了。张玉挣扎一段时间，最终昏死了过去。高乐以为他死了，念在兄弟一场的情分上，决定留他一个全尸，拿起他贴身的玉佩和香囊就弃船回去了。过了几个时辰，张玉悠悠转醒，艰难地将绳套揭开，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。正在他想着对策的时候，小船像是撞上了什么东西，接着又是一股强盗窜了进来。张玉此时身无分文，强盗首领见他颇有一些文采，就把他掳上了山，做了自己的军师。前不久他设法给官府传递消息，将强盗一网打尽，自己也逃了出来，一路向汉口赶来，正好撞上了高乐和玉莲的大婚。水落石出之后，高乐被收押进监狱，张玉不忍心见昔日的好兄弟惨死，于是极力求情饶过他的性命。最终高乐被发配边疆，充军去了，而玉莲羞愧难当，自觉无颜面对张玉，收拾了一些衣物，准备出家做尼姑，被张玉一把拉住了。这件事原本就是因我而起，我不在的这段时间，多亏了你照顾我娘，现在我回来了，咱们夫妻应该重修旧好，怎么能让你出家呢？玉莲扑倒在张玉怀中痛哭不已。此后一家人继续过上了幸福的生活，玉莲又相继为张玉生了2个儿子。张玉将家中的基业全部交给大儿子管理，另外2个儿子则苦修儒业。等到张玉60大寿的时候，二儿子考中了进士，小儿子也是举人中的佼佼者了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